近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而美方也不断放出风声称，美国一系列高级官员或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拜登内阁3大部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商务部长雷蒙多罕见对国会共同发出警告，渲染称，如果美国不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或增加投资，美国或落后于中国。当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就提高债务上限、避免灾难性债务违约进行艰难谈判。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6号，布林肯、奥斯汀和雷蒙多3人共同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提出的2024财年预算案以及中美关系，而如何应对所谓中国挑战贯穿了整场听证会。在拜登内阁3大部长中，商务部长雷蒙多负责监督针对存在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的高技术出口控制。他声称，对制造业和先进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投资是保持对中国优势的关键。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在新一年缩减财政预算开支，其领导的商务部将无法继续现在的监督工作。This budget request i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without this funding,or with substantially reduced funding,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we're putting both at risk. As has been said by Chair Murray, China is doubling down on its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and investments, and we cannot afford to slow down now. 根据美国联邦预算制定流程，政府首先向国会提交下一财年预算案，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审核后提出各自版本的预算案，再由参众两院跨党派预算协商小组最终讨论批准。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2024财年预算，预算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申请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420亿美元，数额之巨令国际舆论哗然。外界预计，考虑到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几乎可以肯定，美2024财年国防开支最终还会高于这一数字。听证会上，防长奥斯汀也继续渲染所谓中国挑战，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部队，且舰队规模超过美国海军。奥斯汀表示，国防部未来的工作重点仍是延续美国全球霸主地位。Without a budget, it's difficult to execute the strategy as designed. We can't execute new starts, severe impacts to procurement.And it will affect readiness and our ability to build out our infrastructure as well. 此外，奥斯汀还拿台湾议题炒作，声称美国国防部正在为台湾制定一项援助计划，计划使用的是美国库存装备，随后可能要寻求资金来补充库存。而在外交方面，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新冷战，美国也没有试图遏制中国。他还宣称，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全面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坚决支持去风险和多元化，而不是与中国脱钩。We're engaged in an intens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cross many areas, but it's not in our interest for that competition to veer into conflict. If we can do anything to avoid that, and we're determined to do that. That starts with communication, so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more. I think we've shown recently that there is more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ith China. Most recently, our ambassador in Beijing and als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meeting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Wang Yi, over a couple of days in Europe. And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what we believe would be the right course is to now see more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in a sustained way across our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s, precisely so that we can make sure that at the very least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t's not only what's in our interest, b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looks to us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We're determined to do that. 随着美债务危机引发多方关注，近几周来，美方转嫁危机的焦点并扯上中国的说法已不少见，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内的官员都曾炒作类似说法，碰瓷中国。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内阁级官员经常单独或与本部门官员一起出现在国会面前，但3名部长同时现身同一听证会实属不寻常，这体现出拜登政府对确保支
释出以解决对华竞争的集体关注。路透社则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争相表明，他们把中国视为华盛顿面临的最大挑战。像他们3个部长级的人物同时出席这样参院的一个听证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说中国问题一直都是在美国的大战略当中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那么像去年的10月份，拜登政府发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觉得从第1页到最后1页，应该说通篇无论是谈到中国还是没谈到中国，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主旋律。无论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是对华战略，其实都基本秉持了一个叫投资、联盟和竞争这样一个3位一体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听证会上均强调，美方不寻求对抗、冲突或新冷战。事实上，不冲突、不冷战的言论，美方此前已多次发出，但与此同时，美方持续在中国周边拉帮结伙，打造对华包围网，其战略意图已相当露骨。我们说，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都是有2手的啊。那么在过去，在不是以竞争为主基调的这个年代里边，我们说它是接触加防范，或者说接触加遏制这样的一个2手。我们说这是旧2手。那么新2手，拜登政府的新2手突出的特点是一手搞竞争，一手搞管控竞争。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拜登政府应该说尤其的特别积极的强调这个防止冲突对抗，要加强接触对话合作的一面。我想这可能也和拜登政府国内面临的困境和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效果不彰这样的一个现实是有关系的。当地时间1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称，拜登政府正考虑安排一系列高级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作为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华之行后，美国与中国就实质性问题重新接触的努力的一部分。CNN 还披露，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都在考虑的人选范围之列，但可能的访问顺序仍不清楚。即使是参与有关计划的美官员，也不清楚具体细节。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对美国官员来华是持开放态度的，但首先需要美方拿出平等尊重的诚意。对于美国媒体不断放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表示，保持各层级接触沟通是中美2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重要共识。2国外交团队的责任之一就是妥善管控双边关系，尤其是冷静稳妥处理一些意外情况。事实上，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予以尊重。因为我们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不尊重中国的利益，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重要的错误的信号，我想这是一个中美关系当中阻碍2国接触对话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那么在其他方面，应该说美国在经济、在贸易、在投资方面，且不说就在科技方面哈，我们说科技方面，现在我们都已经基本上不抱任何幻想哈，我们就是要实现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一份采访中表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和平相处，但2国已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他还表示，双方应该尝试更谨慎的言辞来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并成立咨询小组，为中美2国领导人的会晤奠定基础。对此，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予以回应。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中美关系，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